大家好，和標說愛又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我將會同大家介紹一隻上世紀40年代初期仲仍然擁有 Art Deco 晚期風格，但係造型好特別嘅一隻手錶。Gruen 中文譯做高路雲，這個瑞士品牌，我諗對於唔係玩開古董錶嘅朋友或者錶迷嚟講咧，一定會覺得好陌生，甚至乎未聽過。然而咧，呢個品牌其實喺上世紀1920年至到1950年度啦，個品牌咧其實咧都非常出名嘅，而且咧喺美國市場咧佔有一個極大嘅 market share。至於呢隻錶係咩型號，其實咧我哋大家咧可以喺個品牌 Gruen 下方有個英文字叫 Curvex，C-U-R-V-E-X， 就係呢個型號個名啦。咁我哋又都可以睇到掃描針上面咧有個英文字叫 Precision， 咁 Precision 譯做中文咧就解準確啊，但係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嘅。其實咧佢係代表咧 Gruen 呢間廠，佢個錶玉咧係由瑞士佢自己 Precision 嗰間廠名去嗰度做出嚟嘅。咁至於個殼咧就係全14K 玫瑰金做嘅。咁我買呢隻錶嗰時咧，呢隻錶個 condition 咧其實接近 new old stock 嘅，叫得個型號叫做 Curvex， 而英文 curve 代表弧形嘅意思。咁真係喎，原來呢隻錶咧嗰個亞加力錶面弧形啦。連個機殼都係弧形嘅，目的設計咧就方便戴喺手腕上時咧係好貼手嘅。咁大家可能會問，弧形嘅錶都唔係好出奇啊。咁我哋要咁樣睇翻啦。喺歷史上咧，弧形手錶咧係喺1921年由卡地亞率先推出一個系列叫 Century， 呢個係法文嚟嘅。然後咧由於當時出嘅數量好少嘅。咁後期亦都有做過復刻，但係而家嘅 Century 無論復刻版都好啦，一隻起碼差唔多要40萬或者以上。咁近代嚟講咧，就有 Franck Muller 出嘅弧形手錶系列，佢就多數用 Curvex 呢個字同名去命名佢個系列嘅。咁至於而家我哋呢一隻Gruen咧，就喺1935年咧由推出呢個系列嘅。雖然 Gruen 呢個品牌唔夠卡地亞、唔夠 Franck Muller 咁出名，而且已經執咗笠，但係我可以大膽咁講，呢隻錶絕對比卡地亞嘅 Century 或者 Franck Muller 所講嘅 Curvex 更加有其優勝之處，同埋嗰兩隻牌子都做唔到嘅。咁呢個咧，我就賣下關子先，遲一步再同大家講解原因。咁首先咧，我哋就開始欣賞翻呢隻錶嗰個特色。另外，我一個中意買呢隻錶嘅原因咧，就係佢保留咗Art Deco 美期風格。咩叫 Art Deco 美期風格咧？Art Deco 美期風格咧就比較傾向翻流線型，但係 geometric 嘅。至於整個錶面嘅設計咧，亦都帶着濃厚嘅 Art Deco 風格嘅。我哋睇到咧分鐘個 marking 咧係路軌紋形式去做啦。咁就另外個優美嘅寶基字體啦，咁再加上呢個錶面咧，我哋叫做三文魚色，咁配襯18K Rose Gold 紅金嚟講咧，我覺得係完全配合到呢隻錶嘅整體風格，完美匹配。如果冇玩開古董錶嘅朋友咧，就會覺得哇！呢個機殼同埋個機底嘅設計咧咁特別嘅。咁其實係一個揭底形式嘅設計，揭開咗個底之後咧，就可以成個錶面同個錶殼分離。但係咧個 dial 咧就黐住咗喺個機芯嗰度，而個機芯咧亦都幾緊貼咗喺機底下面嘅。咁由於我唔係一個鐘錶師傅，識得修理古董錶啦，咁所以我唔夠膽再揭俾大家睇個機底個機芯係點嘅。咁但係咧，我買嗰時咧個買家咧亦都影低咗啲機芯嘅相俾我嘅。咁我陣間咧就會俾大家睇睇呢隻
手錶嘅機芯係點樣嘅。呢張相咧就係當時咧賣家展示俾我睇，打開咗個外殼之後咧，即時睇到嘅 dial 面嚟嘅。咁我個人咧嘅經驗咧睇咧，呢個 dial 咧應該係原裝冇搞過嘅，即係冇 redial 過或者冇翻新過嘅。我點解會有咁嘅睇法咧？因為我係同好多相類似同品牌型號嘅 Curves 去做個比較嘅，咁然後得出呢個咧，我覺得呢個係應該係原裝嘅，所以咧基本上呢隻錶咧係好接近 New Old Stock 狀態出售嘅。呢隻錶嘅機芯咧型號咧就係Gurun 嘅440，咁個機芯咧係用17石嘅，咁係瑞士嗰邊 Gurun 嘅 Precision 廠做，然後咧運咗去美國，然後再喺美國咧加個殼上去嘅。咁呢個係好典型我之前如果你睇過我介紹第一隻古董錶1928年嗰隻浪琴，我都有提過。當時咧美國由於都有個貿易嘅 tariff 稅好重嘅對瑞士錶嘅入口，咁佢哋嘅目的都係保護美國本身嘅鐘錶業。咁瑞士錶為咗要競爭咧，好多時咧就係會個機芯咧就喺瑞士做，但係咧個機殼同埋組裝咧就喺翻美國本土做，從而咧避咗一個比較重嘅稅。從呢幅打開咗嘅機底嘅相片嚟睇咧，我哋咧好清楚咧見到咧寫明咧呢個殼係 for 呢隻錶係美國裝嵌同埋校準。咁至於個殼咧係14K Solid Gold 做嘅。咁我哋見到下低嗰度咧有440同埋448呢個 marking 嘅。咁440咧就係 Gurun 依個機芯嘅編號嚟嘅，而448咧就代表 Gurun 出依個殼咧專係 for 440機芯編號嘅。咁整體嚟講咧，我根據翻網上有啲比較專門探討 Gurun 依個品牌嘅錶嘅文獻咧，就可以印證到咧440機芯同448依個機殼加埋嘅話咧，呢隻錶咧大概就係1942年度生產嘅。大家咧如果有留意上方咧，就睇到啦，印有17石嗰個英文字對下咧，就有個英文字叫 Precision。咁 Precision 我已經之前有提過啦，其實咧就係 Gurun 佢自己喺瑞士嗰間廠嘅命名。咁點解我其實都強調 Precision 咧？原來強 Precision 咧係同勞力士咧有關係喎。咁關係在邊度咧？就係由於Gurun 咧依間公司咧喺20年代嗰時咧開始推出手錶，跟住咧好受歡迎。咁尤其是佢個 Curves 系列咧，更加將佢個銷售咧推到去頂峰。喺1953年嗰時咧，間公司係賺好多錢嘅。咁但係又好景不常，就係同年1953年咧，創辦人咧就陸續死咗啦。咁然後咧現有嗰啲後期加入嘅股東咧，又開始玩拳鬥，咁就開始咧慢慢呢個業務咧就失咗個聚焦點。咁咧居然咧又曾經咧試過咧好短期買咗 Waterman 呢隻品牌嘅筆廠，跟住咧又賣翻出去。咁導致到呢間公司咧個盈利咧不但止冇，而且達至到虧蝕。咁最終咧呢間 Precision 廠咧就俾勞力士收購咗之後，成為勞力士嘅行政大樓。大家咧從呢個大齒輪上面咧睇到咧印有 Gurun Watch Company Curves 呢個字。咁但係最特別之處咧，仲要打明係 patent 註冊專利咗嘅。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就等於翻之前我同大家有提及過，依隻錶嘅依間機廠依個錶嘅厲害之處就係連當時1920年代至40年代卡地亞都做唔到嘅，甚至乎而家近代 Famula 都做唔到嘅，就係因為佢個機芯咧唔係傳統一個機芯咁簡單，
而係特別為呢隻錶設計成拱形，連個機芯咧都帶有拱形嘅，唔係一個平面嘅圓形嘅。咁所以咧佢 patent 咗，所以當時咧其他廠家咧係冇辦法做到嘅。佢亦都係佢威水之處，所以造就咗呢間錶廠咧，由35年出Curvus 呢個系列之後咧，到50年代係頂峰嘅銷售。既然 Gruen 咧就 patent 咗佢 Curvus 呢隻機芯嘅設計，咁我哋就一齊探討下究竟佢比卡地亞同埋 Franck Muller 有邊方面更加技術先進呢？咁我哋一齊睇下啦。雖然咧比較圖片咧唔係1:1，但係咧我哋都可以意會到Cartier 嘅 Century 佢係傾向收長方形而收長嘅比例。咁而相對於Franck Muller 嘅 Curvus 嚟睇咧，我哋又會見到咧佢係傾向咧闊身啲嘅，個長方形比例唔係咁大嘅。咁其實兩者點解會有咁嘅設計咧？相對 Gruen 嚟講咧，佢就係因為兩者咧，佢只係用咗個圓形傳統薄身嘅機芯去做，純粹係個外殼整到佢拱形啫。如果大家咧細心去睇我而家手上揸住整個機芯，大家就會好明確睇到個肌肉係有微微拱形嘅構造設計。雖然我唔能夠完全取埋帶走嗰個下低個機殼，但係大家可以睇到，無論個機殼底同個機芯，其實整個肌肉嘅設計咧，真係有拱形設計方面嘅。為咗要營造一隻弧形貼手腕嘅手錶，但係由於機芯嘅技術限制，卡地亞咧就採取一個方案，就係採用 JLC 出名嘅薄身機芯，然後咧盡量將個殼嘅長方形比例拉長，從而藏咗個圓形機芯喺機殼裡面，仍然能夠做到一個弧形嘅貼手腕嘅手錶。至於 Franck Muller 呢種 Curvus 酒筒型嘅系列咧，佢採取個方案其實都係好相似嘅，佢都係用一個圓形嘅機芯，不過可能係好細小嘅圓形機芯，但係由於厚度比較做唔到 JLC 咁機芯咁薄，所以咧佢我哋睇側面睇到咧，佢係雖然係弧形外殼，但係會比較肥厚啲嘅。呢幅圖係當時1935年 Gruen 推出佢嘅 Curvus 系列嗰時係廣告嘅宣傳講解圖。咁我係好明顯咧，佢就講咗佢點解要做一個曲形弧形嘅機芯。原因咧就係喺當時嗰個普遍製錶技術裏面咧，個錶芯如果係好細嘅話咧，個準確度咧就絕對唔夠以前嗰啲陀錶嗰個機芯嘅準確度，所以為咗又要做到比較準確度高，而又比較壽命長，佢哋就又要做到弧形個外殼，咁而放棄咗咧傳統人哋用嗰啲比較薄身或者細個嘅機芯，而改而咧做一個弧形嘅機芯，而又能夠達到咧同一個外殼弧形尺寸裡面達到更加準確。咁呢個就係個當時嘅宣傳單張，大家明瞭咗之後咧，就點解當時佢用呢個宣傳單張同埋 patent 咗佢呢個設計，佢當時咧係整個弧形錶嘅市場差唔多係由佢壟斷咗嘅。呢隻 Gruen 嘅 Curvus 咧，整體嚟講個規格咧就係用14K 玫瑰實金做嘅，咁就個闊度係22mm，成整長度咧41mm，個厚度連埋個錶面個水晶膠面咧就8mm。咁個機芯方面咧係 Gruen 440 17石手動上鏈機芯。呢隻 Gruen Curvus 擺喺我隻16.5
cm 嘅手腕上面咧，大家都睇到啦，佢係好緊貼成隻手面嘅。今日我介紹呢隻 Gruen Curvus 咧，亦都接近尾聲啦。咁希望大家咧中意我呢個頻道。如果大家咧認為我呢個頻道能夠令到大家對鐘錶增加更加多知識嘅話咧，希望你留言、點讚同埋分享俾你朋友。咁最緊要咧就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因為咧我暫時嚟講都未能夠做到定期出片嘅。如果你有訂閱嘅話咧，我就變咗好方便咧，喺有片嗰時你可以即刻知道，唔會 miss 咗我啲片。咁最後多謝大家欣賞。